嗨，各位读者晚安，欢迎来到咸鱼读书。这个频道主要是我的读书心得，我们选书的标准比较随机，所以如果你喜欢惊喜包的感觉，欢迎订阅。今天带来一本谈论心理控制的书的心得，书名叫《情绪操控：揭开最遏制的煤气灯效应，拯救自己并重建正常关系的疗愈7步骤》。脱离欺骗、贬低、洗脑的有毒关系。书名很长，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认为精神出问题的人才需要读心理学方面的书，可是我觉得这种类型的书人人必读。我不会随便说这种话来推荐一本书，你们查我以前的影片可以证明，因为他描述的情况其实充斥着我们生活每个角落，任何人都可能是对你这样做的人。并不需要遇到一个一眼就看得出是反派的家伙，你才会遇到这些事。更常见的是，你以为是大好人的那个人，才是那个骗你最惨的。被卖了都还没发现，所以赶快拿起书翻一翻吧。作者戴波拉是心理学博士，同时也是婚姻和家庭治疗师，所以读这本书的体验跟去諮商很类似。其实諮商也会有不好的体验啦，但是这本书是好的那种。作者的语调很客观很温柔，会在过程中一直鼓励你。所以虽然这个主题比较沉重，但是情绪价值很满，读起来意外还蛮疗愈的。里面也有很多匿名的个案，有些情况真的蛮生活化的，贴近现实到有点让人毛骨悚然。但是不用担心，因为案例后面马上就会接应对方法。这本书架构很单纯，它前面教你如何辨识自己有没有被操控，后面教你如何摆脱跟复原。它前面教辨识的部分是我觉得含金量最高的内容，即使你很幸运没有用到后面的部分，我仍然觉得很值得一读。因为很可能这种人就在你身边，只是你还没有被影响。哪天你心灵脆弱，可能就会不小心中招。其实这本书的书背文案已经把内容总结出来了，如果是编辑写的，给他点个赞。他提到最明显的情绪操纵模式有以下这几种。第一种是说谎。我们生活周遭其实一直充斥着谎言。你去公司跟老板还有同事相处，点开手机看政治人物跟网红吵架，哪一些不是谎话呢？所以我们很难意识到说谎这个行为是有问题的，甚至我们自己为了避免麻烦也会说谎。那么操纵者为什么要说谎呢？说谎的动机有很多种。自恋型操纵者是为了吸引注意，这个比较好辨别。虐待型和防御型是为了隐瞒他们做过的坏事，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为了掌控话语权，让一切在他的控制之下。而且撒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测试你的底线，看看你到底能忍耐到什么程度，进而去筛选比较容易屈服的受害者。很多犯罪都会有这个步骤，包含现在流行的诈骗也是。第二种是贬低你，这个也十分常见，像是家长贬低小孩，老板贬低员工。你觉得心灵受创去宗教寻求安慰，结果那里才是 PUA 大本营。贬低有时候会用比较隐晦的方式表现，例如说拿你跟别人比较，像是你诉苦，他就强调某某人更辛苦啊，你算什么？如果他是自恋型的操纵者，这个受苦受难应该被表扬的伟人就是他本人。很多长辈就是这一型，很爱强调我当年多辛苦，年轻人都是草莓族。这里还讲了一个操纵者的心态，他们觉得如果你想要他们肯定，他们就占了上风。他们享受那种别人有求于他的感觉，所以他永远不会给你需要的情感支持，是不是有一点变态？我以前就知道有这种人存在，可是我没有想过他背后是这种心态。第三种是在大家面前说你反应过度，是霸凌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招数。不管是同性霸凌还是性别歧视，这招都很万能。操纵者通常会先试图惹你生气，如果你选择反击，不管你的反应有没有过度，他们都会给你贴上爱生气的标签。然后用我只是开个玩笑，你怎么这么没风度来合理化他的恶行。
顺便让大家认为受害者讲话不可信，完全失去在团体里的声音。古代也经常污蔑某人鬼附身或是神经病，借此来封住对方的嘴。如果你真的怀疑自己，那就更棒了，因为你再也不会反其他的侵犯。不过这招会成功，常常旁观者也有贡献。如果旁观者听信操纵者，真的疏远被害者，那被害者就会更孤立。大部分的霸凌结构都是长这样，这一点上过学的人应该不陌生。第4种是伤害你又和好，讲的比较直白，就是棒子跟胡萝卜交替来让你屈服，跟寻狗一样。例如威胁要伤害你，你害怕之后，他又指责你怎么不信任他，小题大做。或是他真的伤害你了，之后再跟你道歉和解，就会让你有一种两个人吵过架，关系反而更好的错觉。但是你们会一直重复这个循环，扁你一顿再摸头，然后受害者每次都原谅他，还会觉得这个感情有努力的空间，应该要更努力经营。有时候操纵者的伎俩还会合并第3种，也就是跟其他人抱怨你错怪他，联合你周围的人一起给你压力。这种时候内心比较脆弱的人，一方面被操纵者情绪勒索，一方面又怕自己在亲朋好友面前不是好人，就会把恐怖情人发怒的责任揽在自己身上，觉得只要自己好好经营感情就能够修补关系。然后社会往往还会说是他们自己恋爱脑才会离不开渣男渣女。第5种叫做挑拨离间，拖人下水。这一种形态在学校、办公室、亲戚妯娌间可能比上面4种更常见，也不太需要介绍，应该大家都有遇过，或者是在宫斗剧跟8点档里面看过。这个招数就是去跟每个人讲别人的坏话，鼓吹大家吵成一团，自己再装好人去安抚每一个人，这样就可以把事情搞复杂，他想控制的对象就会搞不清楚状况，没办法发现原来是他在搞鬼。如果我们把应用场景扩大，也可以用来管理组织。例如主管怕员工太团结，就会拉拢某些人排挤其他人，或者是政客分化选民。总之就是让整个团体只信任他，其他所有人都互相猜忌，他就可以控制所有人。如果你身边有这样对你的人，不管你们曾经多亲密，只要出现以上这些现象，最好好好检视一下你们之间的关系，因为最深的伤害往往来自你相信的人。举个例子，很多调查结果显示，女性被谋杀，大概有1半的凶手都是亲密的人，也就是她的家人或是另一半。这跟我们以往觉得女生要提防陌生人的印象很不一样。可是这种类型的凶手不是突然就杀人，而是他平常对女人的心态就不正常。譬如说是控制狂，或是把生活不如意都转移到家里弱势的成员身上。如果大家恋爱时就能避开这些神经病，也就不会有后续的悲剧发生。我觉得男女都可以检视看看自己的人际关系，因为这些手段真的无处不在。书里还有提到其他4种行为，但是说书会有版权比例的问题，所以这里就不一次讲完。我提的这些是我个人比较常遇到的。很多人故意淡化这种伤害的理由是要求受害者自己想开一点，不要计较不就好了？身体又没有受伤，你干嘛要这么敏感？虽然我严重怀疑这种说辞根本就是加害者想合理化虐待想出来的，不过书里面有拿出科学证据证明身体确实有受到情绪影响，所以上面那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哦。从56页开始，他就介绍了一系列的疾病跟创伤的关联。因为从小大脑就会透过镜像神经元感知外界和人互动，你经常出现什么情绪，就会强化大脑相关的神经通路。打个比方，婴儿长期被忽视或是处在吵闹的环境，就会导致跟焦虑有关的疾病。你经常生气，就会强化恐惧跟危险相关的神经。常常被批评，就会强化羞愧跟悲伤的神经，所以之后就会更容易变成一个玻璃心、爱生气的人。
这对受害者很不公平，但是人就是由习惯组成的动物，所以不要觉得身上没有伤痕就没有关系。你容忍的虐待会默默改变你的人格，最后改变你的命运。虽然书里没有这样讲，但是我觉得很多原本的受害者最后变成加害者，可能跟这个现象有关系。而且这种对大脑的影响，在小孩子长大的成长期比成人还要更显著。所以如果小孩长大的过程中受到持续性的精神虐待创伤，大脑里面掌管镇静或是战逃反应的那个区块过度使用，就可能会出现2种结果。一种是过度强化焦虑跟警觉，另一种是能量枯竭陷入忧郁，也就是我们现在很常见的忧郁症跟焦虑症。情绪虐待也会让人更容易罹患肠胃不适、免疫失调或者是癌症。这个是美国一个非营利组织凯泽基金会的研究。一个人小时候遇过越多的负面情况，长大之后就越容易罹患生理疾病。所以精神控制真的是可以做到刀不见血，直到受害者结束生命，法律都拿加害者没辙，很恐怖。这本书的后面很详细的教你怎么脱离有毒的关系，其中包括重视自己的情绪，接受自己有感受并不代表很脆弱，重新建立自信，跟有问题的人划清界限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困难的点是，你要怎么去判断一个人是有毒的？因为很多手法其实日常生活中的人可能偶尔都会使用一点。这整本书确实给出了很多自我检测的量表，跟那些有问题的人会使用的招数。如果你不想要一一的去检视的话，他写了一个我觉得很有道理的原则，就是一个人对你好，如果是真心的，他称赞你或是送你东西，甚至是拯救你，不会四处张扬，或者是要求你一定要回报，因为他是基于喜欢你所以对你好，而不是因为想控制你或是剥削你才对你好。有一些人会在分手之后把他送的礼物要回去，或者抱怨自己对对方多好，但是对方却要分手。这个不限定性别，可是这就表示当初他的付出并不是心甘情愿的，只是为了绑住对方而已。如果2个人都同意这是一种交换条件，那就没什么问题。如果有问题，那就会上社会新闻。很多人会觉得伴侣在结婚或是交往之后就变了一个样，大部分的人是倾向帮伴侣说话，觉得说因为关系不一样，所以态度不一样是正常的。但是我认为以这个原则看来，这件事其实不太正常，至少说明那个人在交往的前期是不太诚实的。这个不一定严重到会造成情绪操纵，只是这说明现代人谈恋爱的时候手段大于真心。如果他表现出了可以操纵你的潜力，日后他真的进化成一个操纵者，开始对另一半或是小孩展开情绪虐待，好像也不是那么的令人意外。就像前面提到的，其实大家或多或少都会使用这些手法，只是依严重的程度来判断它构不构成情绪操控。既然人人都会，人人都在做，那就大家都必须要懂。听起来有点内卷，但是往好处想，也可以把它当做一种升级。就像人人都会用 AI， 如果你不学，就会被这个时代淘汰。实体书的介绍是给考虑购入的人听的，所以如果你不打算买，可以跳过。如果没办法决定，也可以先去图书馆借来看看。这本书字体、行距、用字遣词都很好理解，容易阅读。如果你没有被操纵，不需要照表操课的话，很快就看完了。因为它大部分是教你怎么疗伤。我不确定这能否代替真正的治疗啦，但是步骤是蛮详细的。如果你经济不允许，这还是一个很好的方法。我这本是2022年的一刷，算新书，但是已经被磨得边缘都破了，应该是很受欢迎。静好出版，定价380。它纸是厚的、光滑的，很好素描的那种。书有一定的重量，我觉得封面选得不错，跟主题很符合。黑色的人物象征受害者吧，然后粉色的背景代表这本书整体的气氛是温和，让人舒适有安全感的。
书被文案整理得很好，基本上把内容都剧透完了。我其实是直接拿书背延伸写文章的，感恩编辑，赞叹编辑。好，结束了，谢谢听到这里的人。听说观众看到最后，演算法才会推播给其他人，所以感谢你贡献了一份对我的优良评价给 YouTube。如果觉得不错，可以帮我点个赞。如果你有任何建议，像是速度太快或太慢，字体太大或太小，出影片频率太高或太低，太低可能没办法改善，或是有什么推荐书单想看的类型，希望我看的书都可以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的书，我不是太排斥，我会去借来看看。